嫂嫂，我知道那人是谁了。说说看。盛长欢盘坐在床榻上，两眼放光，手还不忘抓一把瓜子助兴。那个戴帷帽的女子就是太傅嫡女苏锦绣，她今日来青云观就是为了太子少师江伯庸。唉，说起来这两人也是孽缘啊。苏小姐对江大人痴心一片，为了江大人至今未嫁，可惜妾有情郎无意，江大人不喜欢苏小姐，两人至今没有结成姻缘。盛长欢咔咔嗑着瓜子，听得津津有味。嚯，真没想到大雍朝居然还有苏锦绣这般倔强的女子，30有余未嫁，只为等一个男人，怕不是魔怔了。哎，不对呀，江伯庸那不是江洛清的大伯吗？好家伙，京城这么小的吗？这兜兜转转居然还跟我现在冒充的身份有关，怎么有种吃瓜吃到自己头上的感觉啊？青儿，要是母亲没记错的话，江大人是你大伯吧？都是江家人，不过我自小在江南长大，对大伯不甚了解。母亲，锦儿，咱们去找清流道长解签吧，顺便谢过道长之前帮侯府除妖。清流道长，劳烦你帮我儿算算，他的姻缘何时才到？老夫人请放心，江大人的姻缘星已亮，缘分很快就到了。道长，劳烦你再帮算算，那苏家女可是我儿的正缘。江老夫人目光灼灼。唉，锦绣那丫头对长子痴心一片，从阶级少女拖到如今的半老徐娘，造孽呀！老夫人，江大人正缘另有其人，切莫乱点鸳鸯。江大人这些年之所以未娶妻，就是苏家女克的。老夫人，若想达成心愿，你和江大人都需远离苏家女。今日苏锦绣的丫鬟贴串猫儿，小当家还派人去寻那只受伤的猫猫了，可至今没有找到猫猫的下落。小当家喜欢毛茸茸，苏锦绣的丫鬟作恶，便由苏锦绣这个主人承担后果。再说了，青云观附近的猫猫狗狗都是青云观的财神，伤了财神还想得到好拼命，哼，做什么美梦呢？原来如此，没想到我儿而立之年都未成家，居然是苏锦绣克的。亏我之前还心疼他，觉得我儿委屈了他。清流道长，多谢你解签。留下一个荷包，江老夫人怒气冲冲离开。老夫人，谁惹您生气了？您跟锦绣说说，锦绣帮您出气。苏小姐客气了，我们江家的事就不劳烦你费心了。真晦气，以前还觉得苏锦绣贴心，是难得的好儿媳人选。哼，没想到是扫把星，怪我识人不清，还误会了长子。以后我可要擦亮眼睛，不让扫把星靠近江家。小姐，这老太太不识抬举，要不要奴婢偷偷给她一些教训？她是本小姐未来的婆母，何时轮到你一个丫鬟智慧？再有下次，把你卖到花楼。苏锦绣眼神晦暗不明。老夫人进去解签之前还对我和颜悦色，可是出来之后就对我避之不及，一定是里面的臭道士跟老夫人说了什么。哼，青云观，走着瞧！我堂堂太傅嫡女，愿意为了江伯庸委屈自己，但一个小破官想要骑到我头上，哼，那便毁了。大雍道观那么多，少一个也没事。走，回厢房。嫂嫂，他好可怕呀！青儿，你说的对，那个苏锦绣啊，不是什么好人。
暗中目睹这一切的荣景和楚云瞠目结舌，明面上看着温柔善良的千金大小姐，没想到私底下这么阴狠。江大人的棋艺越发高明了，容颜自愧不如。竹林深处，容颜跟江伯庸下着棋。世子过奖了，世子的棋艺不比本官差，不过是世子被尘世所扰罢了。江大人抬举了。容颜没有讶异，能被那位指定为太子少师的人，岂会是平庸之辈？若江伯庸对夫人的身份有威胁，本世子的刀可不会软。嫂嫂，找到了，是那只吗？嘘，咱们分头走，用吃食吸引他。他伤得很重，若是不及时救治的话，恐怕活不过今夜。小猫猫，别害怕哦，我们是来帮你的，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大大的好人。那吃了小鱼干，你就算答应跟我们走了哦。嘿，抓到了！可一抬头，却对上了一双探究的眼睛。是他！盛长欢到现在都还记得，当初刚进京，在客栈看到一个帅大叔。夫人，来见过江大人。说起来，江大人还是你大伯。容颜轻咳了几声，打断了怪异的气氛。夫人明明不是江家人，这几分相似又如何解释呢？大伯？此人就是江伯庸，江洛清的大伯。江洛清姓江，长相跟江伯庸相似，这情有可原。可我呢？我又不是江家人，为何模样也有江家人的影子？难道我那个未曾谋面的爹也是江家人？脑子一旦有这个想法，就开始扎根了。娘亲去父留子，就是不想跟男人有牵扯。既如此，我也不会以真实身份跟江家人坦白。眼下还是以江洛清的身份走一步算一步吧。而且这一切也都是我的猜测而已，不能自乱阵脚。大伯安好，侄女进京一直未能跟大伯请安，还望大伯见谅。这孩子的眼睛怎么有当年他的影子？那个不辞而别的女人。好孩子，都是自家人，无需多礼。说起来，你我叔侄已有10几年未见，一眨眼你都长成大姑娘了。江伯庸也不知道为何，明明这么多年未见，可却很想亲近这个孩子。如果当年那个狠心的女人没有离开，他和他的孩子应该也有这般大了。大伯，那您可得补给侄女见面礼哦。听到侄女向自己讨要见面礼，江伯庸再一次恍神。江伯庸，我喜欢那把镶嵌宝石的匕首，你送我。江伯庸，礼尚往来，我送你一支羊毫笔，以后用它写文章记得要想我。江伯庸，我想吃樱桃烙，你快去买来。哎呀，你且放心，我不是那小气之人，我会给你分一小口的。18年前的种种再一次浮现。大伯，大伯，好孩子，若你不嫌弃，这个玉佩就当是大伯给你的见面礼了。大伯，听说祖母也来青云观上香，您带我去拜见祖母吧。母亲若是见到青儿，也一定会很高兴的。江伯庸欣然答应。一路上两个人谈笑风生，盛长欢把江伯庸逗得乐不可闻，容颜和容景都挤不上去，只能跟在后面。哥哥，嫂嫂的大伯对嫂嫂也过于热情了吧？二叔二婶他们虽说对我们也笑脸相迎，还时常嘘寒问暖，但他们的笑很假，不像江大人，他是真的喜欢嫂嫂。我瞧着他们不像叔侄，更像母女，真羡慕嫂嫂，有疼爱自己的爹娘，还有关心自己的大伯。不过没关系，我荣锦有天底下最好的嫂嫂呀。景儿，你也觉得你嫂嫂跟江大人长得像吗？不像孙女儿，见过祖母。好孩子，快起来，让祖母看看。祖母，
孙女所事缠身，一直未能来拜见您老人家，是孙女的错。孙女给您敬茶，喝了孙女的茶，您就不能生孙女的气了。小滑头，祖母，您笑起来真好看，风采不减当年。京城最优雅、最漂亮的老夫人，非您莫属。有您这般从容睿智的祖母，孙女老了以后，肯定也是京城最俊的老太太。盛长欢小嘴一张，好听的话咕噜咕噜的冒出来，逗得江老夫人笑不拢嘴。厢房外，带着参鸡汤来孝敬江老夫人的苏锦绣捏紧了帕子。是谁？里面那个把老夫人哄得开怀大笑的小贱人是谁？我等了江伯庸10几年，绝不允许他身边出现其他的女人。我为江伯庸蹉跎了半辈子，而现在我老了，江伯庸想娶年轻娘子，做梦！江伯庸休想甩开我！小姐好沉啊，我好喜欢。1个时辰后，江老夫人上了年纪，有些乏了。盛长欢带着人从厢房离开。临走前，江老夫人把带来青云观开光的一箱子宝贝都当见面礼送给了盛长欢。嘿，等回了京城，咱们再去江府走一趟，保证比这次更沉。盛长欢贼兮兮地笑着。哎，跟荣府的老夫人一样，江老夫人手上的好东西也不少，以后要勤快些，多往江府走动走动。嘿嘿，站住！我们小姐有话要跟你说。半路，主仆俩被人拦住了。你算哪根葱？你家小姐又算哪头猪？你让我们站住就站住，我们岂不是很没面子啊？小当家说了，在京城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我们现在是侯府的女眷，万事有侯爷和世子撑着，要是侯爷和世子不中用，我们跑了便是。盛长欢双手抱胸，扫了来人一眼。这不是苏锦绣身边的丫鬟吗？虎杖，咱们走。他口气这么臭，8成是出门前吃屎了。咱们不跟吃屎的人说话，脏。你闭嘴！我可是太傅府的人，你们今日若是不跟我走，当心有命来没命回。丫鬟恶狠狠地瞪着盛长欢主仆。啊？你刚刚说什么？大声点，我听不见。唉，到底谁才是土匪啊？好久没有听到这么狂的话了。我家主子是太傅千金，见你们是你们的福气。识趣的赶紧跟我走，再啰嗦别怪我不客气。丫鬟再一次肆无忌惮威胁。啪！盛长欢一巴掌拍了过去。哎呦，实在是对不住，我看到你脸上有蚊子就没忍住，你不会介意吧？小姐，你怎么能抢我的活呢？我手痒了好几日，一直没能打人。今日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蠢货，我正想好好发泄一番呢。虎杖放下箱子，扁嘴抱怨：下次我一定记得。欺人太甚，你们该死！小姐，回厢房吧，快到用晚膳的时辰了，不能被闲杂人等耽误了。虎杖继续抱起箱子，丝毫不把挨揍的人放在眼里。哎，不急，咱们去会会他的主子。听说太傅的俸禄很高，那太傅千金的月银应该也不少吧？嘿嘿，小姐，你说的对。虎杖龇牙咧嘴，笑得瘆人，一手扛着箱子，一手拎着丫鬟的腿拖行。青云观本来就是龙虎山的地盘，虎杖拖着人很快找到了丫鬟的主子，砰，随手把丫鬟扔到了苏锦绣面前。苏大姐，你找我何事？小姑娘，何故伤人？若我的丫鬟说错话做错事，我自会处罚。可你们如此凌辱她，着实过分了。我啰嗦，你特意找我过来，不会就是为了教我怎么对待丫鬟的吧？我待会儿还要回去吃猪肘呢，有话快说，有屁憋着。你还年轻，何必缠着江伯庸？以他的年纪，都可以当你爹了。若你答应离开他，离开京城，此生都不再找他，
本小姐这有1万两，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原来苏锦绣把我当成了江伯庸的相好啊，还真是可笑。我再怎么缺男人，也不会挑一个年纪可以当我爹的男人啊。不说别的，就拿容颜来说，容颜长得好看，身材也不错。我要是想去父留子，容颜才是首选。再说了，我身上很有可能流着江家血，我跟江伯庸说不定还是真父女。这个苏锦绣啊，哎呦，真是魔怔了。但凡出现在江伯庸身边的女子都要防着，一天天无所事事的，就盯着男人看，真是疯了。这区区1万两就想赶我走？你们苏府要是出不起价，就不要装阔绰。5万两。苏锦绣银牙咬碎，小小年纪却如此贪婪，真不知江伯庸看上此等庸脂俗粉哪里了。论容貌，她当年也是京城双姝之一；论才情，她也是有京城第1才女的美名；论家世，她父亲是当朝太傅。10万两。狮子大开口，就怕你有命拿这10万两，没命花。这就不劳你费心了。你想想，10万两对你们太傅府来说也不算多，这10万两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你安心，这多划算啊！似乎有些道理啊。难不成在你心中，江大人还不如10万两重要？哎呀，都说苏大小姐对江大人是一片痴心啊，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嘛。好，我答应你。被盛长欢这么一激，苏锦绣一冲动答应了下来。10几年的韶华都付出了，也不在乎这10万两了。哼，苏小姐果然是爽快人。苏小姐，10万两还请今日结清，概不赊账。我今日出门匆忙，身上只有1万两银票，余下的9万两带回到了京城再给你。哼，玩我呢？堂堂太傅千金，就算身上没带10万两银子，但随便让仆从去筹几个银子，几个时辰便能筹到。苏锦绣分明就是在敷衍我。哼，敷衍一个土匪，天真。既然苏小姐一时半会儿凑不到10万两，那我今日还是继续陪江大人下棋品茗，老夫人啊也离不开我。那等苏小姐凑够银子再来找我吧。你敢？你当我太傅府是好惹的吗？你今日若还敢缠着江伯庸，我定让你在京城无立足之地。一个名不经传的小贱人，也敢威胁本小姐？原本是打算用银子解决事情，现在看来，还是杀人更直截了当，还永无后患。呵呵，当土匪当了10几年，还第一次遇到反威胁土匪的人。这苏锦绣还真是作威作福惯了，以为人人都会惧怕太傅府。无妨，今日就让我好好给苏锦绣上一课，让她知道跟土匪对着干有何后果。哎呦，我好怕哟！盛长欢阴阳怪气，拍着心口。苏小姐，你刚刚的样子可吓到我了。我这个人啊，胆子很小的，别人跟我说话大声一点点，都会把我吓到。哎呀，我这一受到惊吓呀，就喜欢往官府跑。若是惊吓太大了，我还喜欢去敲鸣冤鼓，让陛下为我做主。你放肆！我爹是太傅，有的是办法让人闭嘴。我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得到。谁靠近江伯庸，我就毁了谁。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苏锦绣装都不打算装了，满心只想把这个人除掉。咔嚓，苏锦绣指着盛长欢的那根手指，被盛长欢掰断了。哎呦，真是对不住了，我刚刚太害怕了，一时控制不住，就把你的手指给弄断了。苏小姐，你大人有大量，一定不会跟我计较的哦。盛长欢嬉皮笑脸。哎呀，手滑！哎呀，对不住了，习惯了。住手！
我给，我这就叫人去凑银子。疼痛难忍的苏锦绣脸色比纸还白。没想到看走了眼，遇到一个比自己还狠的人。这个仇，本小姐记住了，带回到了京城，一定让这个小贱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可是太阳快落山了，苏小姐确定今日能凑齐10万两吗？哎呀，其实不用这么赶的，明日也行。我苏锦绣言出必行，今夜子时之前，我一定把10万两奉上。眼下只能先稳住人，待我的人来了之后，看我怎么让这个小贱人挫骨扬灰。起来，别装死！你主子让你去凑银子，10万两，少一个铜板就断一根手指。已经答应给你银子了，可以让我走了吧？哼，没问题。哥哥这个时候来，肯定是有事。哥哥可是查到了新线索。妹妹，当年指使奶娘调换孩子的幕后黑手还没找到，不过我倒是查到一些其他的。此人是你之前让我调查的人，我顺着龙虎山的情报查到他是江若清的大伯。我知道，而且他现在就在青云观。盛长欢没有意外，若是哥哥调查到的只有这些，肯定不会如此纠结。哥哥一定是查到其他更震惊的消息。难道……盛长欢有些不敢想了。江伯庸这些年一直未曾娶妻，就是对18年前的一个女人念念不忘。又那么凑巧，娘亲18年前去过江南，娘亲回龙虎山的时候已经怀了我们兄妹了。娘亲身上还有一把镶嵌宝石的匕首，很可能就是她和江伯庸的定情之物。哥哥，此事不宜声张，等咱们回了龙虎山，再探探娘亲的口风。那是自然，娘亲把我们兄妹拉扯长大，可不能伤她的心。盛怀远没有异议，兄妹俩又嘀咕了一阵，盛长欢才让哥哥悄悄离开。现在哥哥还不宜出现，至于认祖归宗，谁在乎啊？小姐，都快子时了，还没看到人回来，苏府该不会耍赖吧？跟主子在厢房睡醒一觉的虎杖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不会的，能养出苏锦绣这种双面人，苏府的人才不傻。人再不来，干脆撕票算了。半炷香后，苏锦绣的丫鬟带着一个包袱，喘着气回来了。这是10万两银票，我们小姐呢？给她当丫鬟没少挨打吧？都说良禽择木而栖，以你的本事，可以选择更好的主子。你真的甘心被他使唤一辈子，挨打一辈子？你休想挑拨我和小姐的关系。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是绝对不会背叛小姐的。哎呀，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你想找死，我拦着你做甚？虎杖，咱们走，明日我带你去吃叫花鸡，馋死他们。看着离开的两人，丫鬟有些怔神。主仆之间还可以这般不分尊卑吗？当丫鬟的还可以跟主子玩闹吗？没用的东西！苏锦绣积攒了一天的怒火都发泄到了丫鬟身上。小姐，是彩蝶没用，您惩罚彩蝶吧。废物！人带来了吗？都带来了，就在山脚下守着，随时听从小姐的安排。带那个小贱人离开青云观，我要她死！苏锦绣声音满是冷意。彩蝶连连应是，虽然主子不是第一次杀人，但彩蝶却隐隐有些不安。好不容易伺候主子睡下，彩蝶轻手轻脚关上房门。我真的要挨打一辈子吗？主子可以温声细语，奴婢也可以嬉皮笑脸，明面是主仆，可更像姐妹，当真让人羡慕啊。甩了甩头，彩蝶把脑中荒唐的想法摁下去。小姐救了我一家，我不能因为别人的挑拨就产生大逆不道的想法。洗了把脸，
彩蝶又轻手轻脚回厢房守着主子醒来。啊！有蛇！快来人啊！我们小姐被蛇咬了。小姐，那位的厢房进蛇了。脸被咬了几个血窟了，惨哟。吃着鸡腿的虎杖幸灾乐祸地看戏回来。青云观的猫猫狗狗那么多，哪来的蛇啊？母亲跟景儿做早课去了，让我给你送燕窝粥。容颜的身上怎么有雄黄粉的味道？世子，苏锦绣房中的蛇是你放的？这么快就暴露了？你都知道了？世子，你太过分了。你生气了？是不是吓到你了？我只想着帮你出气，没想这么多。哎呀，早知道就不抓蛇了，抓老鼠或虫蚁都好啊。你该叫上我的。啊？那下次一起？必须的。世子，咱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当然要有福同享，有肉同吃了。下次可一定要叫上我，你一个人也太不仗义了。好，我记住了。容颜昂着下巴，嘴角微不可见上扬。还以为本世子是一厢情愿报仇，看来本世子的好意没有浪费。既然他想玩，那下次喊他一起便是。世子，要不要去看花花，然后再挖些竹笋？左右无事，去看看小猫也好。但一只公猫取名花花，算了，夫人喜欢便好。老夫人，您是不知道啊，那女子有多跋扈，不仅打伤了奴婢，还把我们小姐的手指折断。如此心狠手辣之人，您一定要小心呐。她处心积虑地接近您和江大人，定是不怀好意，您可不要被她的甜言蜜语给欺骗了。江大人身为太子少师，那女子定然是冲着江大人的官位来的，您不能因为担忧江大人的亲事，就随意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子进门。说了半天，到底在说谁呀？你们说的女子到底是何人啊？祖母，孙女来看你了。老夫人，就是她，就是她伤人在先，讹银子在后。老夫人，您一定要为我们小姐做主啊！刚刚这个小贱人或江老夫人祖母，难道此人就是嫁入侯府给世子冲喜的江洛清？也就是说，此人是江伯庸的侄女，并不是他的相好。轰！苏锦绣只觉得晴天霹雳，就连彩蝶也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了。哼，简直胡说八道！老身的孙女最是善良纯真，你们主仆却污蔑一个弱女子，到底是何居心？江老夫人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示意孙女过来坐。祖母，你要帮孙女做主啊，祖母。他何时在衣袖藏了沾上辣子粉的帕子？本世子怎么没看到？心肝别哭啊，有什么委屈尽管跟祖母说，祖母一定替你做主。哼，孙女在江南长大，哪里懂京城的弯弯绕绕，分明是苏锦绣误以为青儿是长子的红颜知己，因而嫉妒青儿，于是有了之前的种种污蔑诋毁。30好几的人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苏锦绣真是枉为长辈，亏我之前还觉得苏家女是庸儿的良配。万幸清流道长算出来苏锦绣克庸儿，不然我还打算撮合两人呢。现在看来，苏锦绣不仅克庸儿，还克江家人，不然我好好的孙女怎会受委屈？祖母，他们欺负人，他们拿银子打发我，让我离开大伯，说是我不答应，便要毁了我的名声。祖母，我是大伯的侄女，我跟大伯打断筋骨，还连着血脉呢。作为江家人，我还要孝顺大伯和您老人家呢。我不从，他们主仆就打我，还冤枉是我打的。
这几道血印子不是在挖竹笋时被野草的刺刮伤的吗？还是本世子亲自帮他敷药止血的呀？容颜憋笑，还真是走一步算三步啊！本世子的夫人可真聪明啊！苏锦绣，你居然如此狠心！我江家血脉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如此恶毒残害江家人，回了京城，我定要亲自跟太傅请教，苏家到底如何教导子女的。江老夫人看着孙女手上的血印子，心疼坏了。乖宝，别怕，祖母在这儿呢。还是待在祖母身边踏实。待明日回京城，孙女跟您坐一辆马车可好？苏锦绣气急，贱人！夫人高啊！祖母的小心肝儿，你陪祖母回京城，祖母高兴还来不及呢。本来就多年未见，加上孙女又受了委屈，江老夫人把对儿孙的疼爱都放在了孙女身上。你就跟着祖母一同回京，我倒想看看谁敢伤我孙女儿。老夫人，您不能因为她姓江就偏袒她呀！我们小姐对江大人痴心一片，怎会伤害江家人？老夫人，请您明察秋毫啊！哼，简直化天下之大忌！老身不信自己的孙女儿，难道要相信几个心思歹毒的外人？苏锦绣的拳头蜷缩，指节都泛白了。该死的小贱人，该死的老太婆，通通都该死！今日受的耻辱，来日定当加倍偿还。都说土匪有勇无谋，如今看来不见得呀。最聪明的土匪不就在这儿吗？难怪这些年龙虎山势力愈发壮大，就连朝廷也无可奈何。原来根源在这儿啊！母亲彪悍飒爽，父亲足智多谋，生下的孩子不仅有800个心眼子，还能马上定乾坤。本世子对龙虎山倒是越发好奇了。翌日清晨，好几辆马车陆续离开青云观。一路上，盛长欢不是被江老夫人投喂，就是被侯夫人哄着收下开过光的镯子，就连荣锦也期期哀哀要跟盛长欢分享姐妹耳坠。盛长欢荷包扁扁来，鼓鼓离开，满载而归，而容颜则被赶到跟江伯庸一辆马车。小姐，咱们真的不动手了吗？你是想害死本小姐吗？那个小贱人在老夫人和庸哥面前演戏，但凡她受一点点伤，老夫人和庸哥都会算到我的头上。小姐，如今江老夫人和江大人都十分疼爱江小姐，甚至是言听计从，您何不趁机笼络她？江小姐贪财，只要您给的够多，说不定能把她变成自己人。若是让江小姐劝说江大人，说不定小姐您很快就能成为江府的当家主母。而且一个贪财的人远比其余江大人的人好控制，等您成为江府主母，还可以利用江小姐对付外面的花花草草，您手上依然干干净净。彩蝶给主子出主意不是脑子一热，在京城没有绝对的敌人，只要给足对方好处，敌人也能变成盟友。彩蝶，你说的对，你可是我最信任的婢女，以后嫁去江府，我也是要带上你的。苏锦绣温柔地摸了摸彩蝶的脸，声音带着恩赐。这个镯子很衬你，赏你了。小姐，使不得，为您分忧是奴婢的分内事。赏你的东西你就收着，以后继续安心替我办差便可。苏锦绣声音有些不耐烦。彩蝶谢了又谢，这才诚惶诚恐地收下了镯子。奴才就是奴才，一点恩赐就感动不已。不过彩蝶出的主意不错，太傅府不缺银子，只要本小姐银子到位，那个江洛清还不乖乖听话？有人在骂我，还是有人在惦记我？心肝啊，是不是身子不舒服？
还是有人在惦记我。心肝啊，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快把参汤给喝了。青儿，母亲让嬷嬷准备了一些樱桃碧螺，你也一同吃些。嫂嫂，我这儿还有糊饼，你若是饿了，将就吃2口。带回了京城，让厨娘好好准备饭菜。马车上其余几人很是担心，盛长欢内心，大可不必，我可没那么娇弱，我力气大的可以打死一头牛。哎，不过倒真是有些饿了。哎呀，这种上啃老下啃小的日子真是美滋滋啊！哎呦，夫人，你可算回来了。这几天一个姓顾的公子来找小姐，老奴瞧着他不像好人，没有告诉他小姐的下落，可他3天2头到府外守着，不见小姐不罢休啊。说说吧，那个书生到底怎么回事？楚云沉脸坐在上首，看着垂首不语的女儿。母亲，此事说来话长，妹妹也是被人哄骗而已。就这2句话就想把侯夫人打发了，不说缘由，也不说利害关系，还平白的让长辈担心，这不是把侯夫人往外推吗？亲人之间没有沟通好，是很容易出现误会的。母亲，有人暗中收买了姓顾的，让他来接近锦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好在我们及时发现姓顾的真面目，还让他给锦儿赔礼道歉。之后呢，姓顾的狗急跳墙，这会儿找锦儿8成是来求情的。盛长欢句句不提荣锦傻白甜给男人花银子，全然把责任推给顾元白及其身后之人。母亲放心，我和世子定会妥当处理好这件事情。那些不怀好意之人休想得逞，谁也别想祸害咱们锦儿的名声。好孩子，此事辛苦你了，还好有你。母亲，咱们一家人不说2家话。不过母亲，您还需防着西院那对母女，我怀疑啊，那对母女就是幕后黑手。哼，养不熟的白眼狼，他们吃我的，用我的，穿我的，现在还要毁了我的女儿，我跟他们没完。这就激起了母亲的斗志，让母亲立起来了。啊，学到了。你不要过来！侯府外一条小巷子，虎杖双手叉腰，一步步靠近顾元白。顾元白连滚带爬，往日的翩翩君子模样早不复存在。让你惊扰锦儿小姐，让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说天鹅的坏话，让你到处骗女子，骗银钱。虎杖手打累了就换脚，现成的沙包多练练。顾元白惨叫连连，身上没有一块好皮。明日午时，你备好5万两，我们亲自上门收。若是少1个铜板，哼，你不会想知道后果的。虎杖留下几句话，大摇大摆离开。小姐，顾元白今夜真的会来找锦儿小姐吗？夜黑风高，盛长欢和虎杖鬼鬼祟祟地蹲守在荣锦院子外。狗急会跳墙，这姓顾的凑不到5万两，肯定会来找荣锦求情的。要让锦儿亲自揭穿顾元白的脸皮，才能彻底的让他跟过去诀别。没见过猪跑，还没吃过猪肉吗？嘘，出来了。锦儿，你终于愿意见我了。侯府后门的小巷，鼻青脸肿的顾元白痴痴地看着人。你银子准备好了？荣锦拧眉，丝毫没有心疼，只觉得眼前人奇丑无比。锦儿，咱们之间何时变得如此陌生了？你若是还银子，就趁早还。你若是还想挨打，我也可以成全你。除了母亲、哥哥和嫂嫂，没有人值得自己花心思花银子，没有人。你，锦儿，是我的错。其实我心中是有你的，只是以前的我太自卑了，觉得配不上你，才屡屡的赶你走的。
我不过是一个穷书生，而你是天上的仙女，我怎么敢相信仙女会眷顾自己，喜欢自己呢？顾元白自顾自怜，一脸的哀伤，可因为扯到嘴角的伤口，原本的哀伤变成了龇牙咧嘴。瞅到我的眼睛了。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为了达到目的，还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锦儿，我知错了，你再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好不好？以前是我太蠢了，以为拒绝你才是对你好，可是如今我想通了，我不想再欺骗自己了。锦儿，我心悦于你，想同你在一起。顾元白在月光下对着荣锦深情款款，荣锦捂着心口想吐。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人？古时那么多千金大小姐爱上穷书生的话本，估计也是由顾元白这种人撰写的。要不是有人暗中相助，顾元白这种人连接近荣锦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切啊，不过就是算计罢了。小姐，我有些恶心，我想打人了。再忍忍，等锦儿先动手。盛长欢低声安抚虎杖。唉，苦了虎杖，等回去之后，让厨娘烤几只羊腿，好好给虎杖补补。沙沙沙的一阵夜风吹过。嘘，有人。我就知道我猜的没错，顾元白就是孟淑玉母女派来的。小姐，把他打晕，先不要惊动姓顾的。锦儿，你信我，我一定会考取功名的。等我高中之日，就会跟侯爷提亲，风风光光的迎娶你过门。我们呢，会是京城最让人羡慕的眷侣。我发誓，我会给你争个诰命的，让那些欺负你的贵女再也不敢小瞧你。顾元白给荣锦画着大饼，仿若官位已到手，就等着荣锦点头。荣锦气笑了，这个骗子，该死！荣锦一巴掌打在了顾元白脸上。顾元白，我不是以前那个傻傻被你骗的荣锦了。你今天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不想还银子。我告诉你，那5万两银子，你还也得还，不还也得还。以前我真是瞎了眼，居然看上这等小人。还好嫂嫂点醒我，不然我一辈子就要毁在这个伪君子手上了。啊！你打我！怕顾元白不相信自己敢打人，荣锦又打了一巴掌。这回你总该信了吧？荣锦昂着下巴，眼光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嫂嫂说的没错，打人，特别是打坏人，真爽。等以后有机会，我也打一下西院那对母女，那滋味一定很过瘾。锦儿，你滚吧！明日我和嫂嫂会亲自上门取银子。还有，在京城乃至大雍，你若敢说任何毁我名声的话，我嫂嫂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打人太过瘾了。小姐，锦儿小姐被你叫成小辣椒了。虎杖捂嘴偷笑，好好的大家闺秀被小姐带歪了。不过现在的锦儿小姐可比以前那个骂人不会打人不会的小哭包可爱多了。小辣椒多好，辣死别人成全自己。你给我等着！对着侯府暗恨看了一眼，一瘸一拐的离开。让兄弟们审审，看看有没有机会讹些银两。小姐放心，保证让他把知道的都吐出来。本世子要去抓蛇，你去吗？刚吹灭烛火准备歇下，盛长欢就看到了容颜悠悠地站在自己床榻前。去。夜深风大，把衣裳穿好。世子，我们走吧，多抓几条，好好玩玩。嘿嘿嘿。救命！有蛇！3更天，西院传来尖叫。盛长欢躺在床榻上呼呼大睡，抓了半夜的蛇，累了，
明早的起来看热闹。容颜闭着眼睛也睡得安然。嫂嫂，你是没看到，那对母女身上有好几个血洞洞，一看就是猛蛇咬的。若不是青云观到侯府远，我都怀疑是青云观的蛇千里迢迢跑来侯府咬恶人。一大早，荣景叽叽喳喳地跑来跟嫂嫂说热闹。盛长欢打着哈欠，一副没有睡醒的模样。容颜也没好到哪儿去，耷拉着头无精打采。荣景左看看嫂嫂，右看看哥哥，眼睛越来越亮。太好了，哥哥和嫂嫂终于圆房了，嘿嘿，我很快就能当姑姑了。你笑什么呀？嫂嫂，我就是高兴而已。你和哥哥昨夜肯定累坏了，我就不打扰你们歇息了。荣锦修红着脸兴奋地跑了出去，他要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嘿嘿，侯府冷清这么多年，也该天天热闹些了。盛长欢打着哈欠，不甚在意。八成是摆脱了顾元白那个混蛋，锦儿喜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不过锦儿怎知我昨夜去跟容眼抓蛇累坏了？肯定是容眼说的。左右都是自己人，荣景知道他和容眼惩恶扬善，也不会泄密。虎杖，走，要账去。用过早膳，盛长欢恢复了精气神，主仆俩叉着腰，大摇大摆离开侯府，比恶霸还像恶霸。世子，夫人有事找您商量。哟，昨日还身无分文，今日就凑够了5万两，顾公子的身子还吃得消否？看来顾元白找到另外一个冤大头了呀。与你何干？顾元白扭头，不想再看到这对主仆。哼，我今天的一切都是拜这对主仆所赐。嘿，此言差矣，相逢即是有缘，我们都见了好多次面了，怎能当彼此是陌生人呢？既然有缘，当然要立下字据啊。你想做什么？这母老虎变乖巧了，肯定有诈。当然是把你受何人指使，又如何骗人的事情写下来啊！你可别想着偷龙转凤哦，我可是识字的。哦，对了，还要签字画押。我写。哎，这就对了嘛。盛长欢很满意顾元白的识物。虎杖，你看着他写。盛长欢眼睛四处瞟，来都来了，当然不能空手归啊！毕竟5万两银票不多，拿在手上轻飘飘的，都没什么感觉。他得搬些重东西才踏实。在屋内搜了一番，盛长欢嘴巴都合不拢了。哎，文人的银钱就是好赚，发财啦！这个顾元白可真是个人才，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轻易放人才走，我要留着他，继续给龙虎山赚银子。你要干什么？嘿嘿嘿嘿！青儿，快把汤喝了。这颖儿也真是的，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人。母亲，这是什么汤啊？真好喝，还有吗？这是妇人喝的补汤，母亲呐，以后天天给你炖啊。楚云笑容甚是灿烂，嘴巴都快咧到耳后根了。一碗汤而已，侯夫人怎么这么高兴啊？青儿，母亲已经加快让人置办东西，下个月你就能和妍儿重新摆堂。你呀，什么都不用操心，只管安安心心的当你的新娘子。啊？怎么这么突然？难不成有人在侯夫人面前嚼舌根子？母亲，我……盛长欢还想打探一下侯夫人的口风，可话还没说完，侯夫人就风风火火安排下人布置侯府。盛长欢内心，补汤，容眼不知道疼惜人，容景害羞。我知道了，难怪今日容景和侯夫人的笑容怪异又热情过分，合着是以为我和容眼圆房了。小姐，
我知道这是什么汤。之前山寨兄弟的娘子们有喜，就是喝这个汤，只不过山寨的汤没有侯夫人炖的汤料足。虎杖幸灾乐祸，呵呵，虎杖，咱们一向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我喝到好喝的汤，怎么能少得了你呢？啊？小姐饶命，我以后再也不嘲笑你了。虎杖喝不来这汤，绕着院子跑，连连求饶。盛长欢可不管，他喝了2碗，虎杖也必须喝够。哎，别跑啊！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你的。盛长欢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虎杖逃，盛长欢追，虎杖插翅难飞。侯府的变化没有瞒过西岳、孟淑韵和林一眠。母亲，昨夜派去的丫鬟没回来，看来是被发现了。咱们得早做打算才是。无妨，母亲准备了替罪羊，此事怪不到我们母女头上。母亲，侯夫人这是打算把江洛清当成未来侯夫人栽培，女儿不甘心。我可以不要容颜的喜欢和宠爱，但我一定要世子妃的位置。绵绵，如今之计，只能从侯爷和老夫人身上着手了。母亲去找侯爷，你去找老夫人。哼，这个世子妃，江洛清想要坐稳，没那么容易。事不宜迟，女儿这就去找老夫人。老夫人，绵绵日后恐怕无法继续孝顺您了。世子妃不喜欢绵绵，待她正式跟衍哥哥拜堂之后，绵绵在侯府也无立足之地了。绵绵还是搬离侯府，常伴清德古佛算了。老夫人院中，林一眠哭红眼，郑重磕了3个响头，一副要离开侯府成全所有人的模样。老夫人眯着眼睛看着跪地做戏的林一眠，不若让林一眠跟江家女斗，我好坐收渔翁之利。绵绵，不许说胡话，你才是老身认定的世子妃人选，其他人我可不认。妍儿不过一时被那个女人迷住了，等她清醒了就会知道你的好。你且放心，这件事我会给你做主。你且回去把嫁衣准备好，待到妍儿大婚那日，我会当众宣布你是妍儿的平妻。可是老夫人，若衍哥哥当众拒婚，绵绵该如何？绵绵仰慕衍哥哥，可绵绵不希望因此事被衍哥哥讨厌。林一眠心动了，但此事还得找好退路才行。老太婆分明是拿我当靶子去对付江若清，我得为自己留条后路。老身是妍儿的祖母，她若是敢忤逆老身，家法伺候。自从江家女进门后，孙儿越发忤逆。男人耳根子软，只会被枕边风祸害。为了侯府，为了孙儿，一定要把江家女赶出侯府。得了老夫人的承诺，林一眠放心了，挤出几滴眼泪后安心离开。小姐，你真的要跟世子拜堂啊？虎杖有些担心。软榻上，盛长欢惬意吃着糕点，还空出了一只手翻看京城时兴的画本。他这是学习京城的风俗人情，入乡随俗嘛。嗨，拜堂而已，又不是入洞房。哦，我忘了，世子不行。虎杖放心了。我就说嘛，没有人能占到小当家的便宜。不过小姐，侯夫人这般兴师动众，恐怕西岳那边还有外面的野花会闹起来的。我还怕他们不闹呢。不过距离侯夫人选定的吉日还有20多天，这么长的时间，若是每日无所事事，也太无聊了。走，咱们去西苑，提前收点利息。